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有古佑文。巴黎时装周才刚结束不久，时尚圈立即迎来核弹级的创意总监更替。从 Gucci 到 Versace， 我们这期的影片将解析4则创意总监更替的重磅消息。如果你也喜欢时尚设计与品牌有关的分析与新闻，欢迎现在就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国际时尚圈近来迎来重大转折 ，Gucci 宣布由知名设计师 Dina Vasalia 接任品牌的创意总监，正式结束他长达近10年在 Balenciaga 的传奇生涯。这项人事调动立刻成为全球焦点，显示 Gucci 希望透过大胆创新扭转品牌目前的低迷趋势。出生于乔治亚的 Dina Vasalia 曾求学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皇家艺术学院。之后，在 Maison Martin-Margiela 以及 Louis Vuitton 等顶尖品牌累积经验。2014年，他创立了 Vetements 品牌，以前卫且街头感十足的设计迅速走红。2015年 ，Dina 加入 Balenciaga 后，以鲜明独特的设计语言重新的塑造了品牌，商业上亦屡获佳绩。相较之下 ，Gucci 近年来屡屡遭遇挫折。自从2022年 Alessandro Michele 辞职之后，品牌的新任创意总监 Sabato De Sarno 未能有效扭转销售下滑的趋势。2024年的销售营业额甚至重挫了23%，因此 Gucci 急切的需要一位能够引领品牌重新起飞的设计师。Dina 的任命被视为 Gucci 自我革新而做出的最大胆决定。他们的设计风格鲜明，带有颠覆性与街头风格，但也有人质疑这种前卫调性是否能与 Gucci 100年以来的品牌传统相容。业界权威媒体 Business of Fashion 的创办人兼总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Gucci 的新策略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个关键的问题。Dina 本人能否推动他的创意向前发展？如果 Dina 只是将他在 Vetements 以及 Balenciaga 的风格直接套用到 Gucci 上，那么这个策略将行不通。除此之外，投资市场也以股价表态担忧。在 Gucci 正式任命 Dina 后，开云集团的股价立刻断崖式的暴跌了12%，重挫投资人的信心。Dina 将于2025年7月结束他在 Balenciaga 的最后一期作品后，转赴 Gucci。而随着 Dina 的离去 ，Balenciaga 的创意总监一职目前陷入了空窗期。哪位设计师可以接替 Dina 入主 Balenciaga， 带领品牌开创另一个10年，也将是时尚界持续讨论的话题。平心而论 ，Dina 入主 Gucci 的举动是招超级险棋。Gucci 这个占开云集团盈利率近70%的品牌，成败将直接影响开云集团的盛衰兴亡，乃至于影响开云集团旗下的其他品牌，例如 McQueen、Saint Laurent 以及 BV 的命运。你又是怎么看 Dina 离任 Balenciaga 入主 Gucci 的消息呢？是惊喜还是惊吓？欢迎留言跟我讨论哦。不同于 Gucci 选择激烈而大胆的创新策略 ，OTB 集团旗下的德国品牌 Jil Sander 则以一种内敛沉稳的步调迎来品牌的新任创意总监 Simone Bilotti。日前，品牌宣布由这位意大利设计师接任，在任8年，先前才刚卸任的夫妻档设计师 Lucia and Luke Miller， 尝试以全新的视角打造品牌在时尚圈的地位。Bilotti 并非时尚界的新面孔，早年即投入 Gucci， 以 Freda Giannini 以及后来的 Alessandro Michele 共事长达16年，累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。他对于当代风格的敏锐掌握和对细节的严谨态度，让他在时尚界逐渐崭露头角。2022年，他加入Bailey后，更凭借着创新的设计手法，使得这个传统品牌重新成为米兰时装周的热门话题。Bilotti 在 Bailey 的成功来自于他巧妙地将历史元素与现代风格融合，以精准的细节和独特的材质选择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，也使他成为 Jil Sander 最理想的接班人选。回顾品牌历史 ，Jil Sander 自1968年于德国汉堡创立以来，一直是极简主义的代名词。虽然历次易主，包括曾由 Prada 集团拥有，2021年正式成为意大利 OTB 集团旗下的品牌，但是始终坚守极简、纯粹且精致的美学理念。
OTP 集团的主席对于 Belotti 加入 Joe 的表达高度肯定。他认为他的经验以及设计哲学和品牌的基建风格完美契合。他也相信 Belotti 能够在尊重品牌核心价值的同时，赋予品牌更多现代的元素以及活力。Belotti 本人则表达对此次任命的荣幸与期待。他表示将忠于品牌一贯的美学传统，并致力于在极简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品牌的市场潜力。从市场观察来看 ，Belotti 的任命意味着 Joe Sander 希望在坚守品牌核心 DNA 的同时，更灵活地回应当代消费者的需求。极简主义或许并不意味着保守，在 Belotti 的手中，可能开启另一个更加创新现代却依然纯粹的品牌新纪元。在奢侈品牌频频更换、创意掌舵人的浪潮之中，法国经典品牌 Calvin 也加入了这场变革之中。日前，品牌宣布，来自英国的资深设计师 Mark Sermas 正式接任设计总监一职。这次的人事变动，清楚地传达出品牌想要找回昔日光彩的强烈企图。Mark Sermas 虽然不是业界高调的明星设计师，但是凭借着稳健扎实的设计实力广受肯定。他过去曾任职于 Givenchy 以及 Burberry 等品牌，并且曾担任 Joseph 男装的首席设计师。以对男装剪裁以及布料的细致掌控，打造品牌简约精致的当代形象。随后，他出任 Lacoste 男装设计总监，持续展现其在设计上的丰富经验以及才华。这种低调且精准的设计风格，正是 Calvin 所急需的。品牌创立于1945年，以优雅易穿着的风格闻名于20世纪中期的法国时尚界。尽管品牌一度在1950年代风靡全球，但近几十年却因为多次的经营权更替以及设计师的更换，逐渐淡出市场焦点。这次任命 Mark Sermas 是品牌重新定位自身的重要一步。他十分熟悉现代消费者偏好的简洁优雅风格，并且擅长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理念融会贯通。这与 Calvin 的品牌 DNA 十分吻合，让人期待他能如何为品牌注入新的生命。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，Mark Sermas 的任命不仅代表着品牌风格的转变，更象征着 Calvin 试图透过回归品牌的核心价值，重新找回消费者青睐。他需要在品牌历史与当代潮流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点，才能有效地换回品牌的忠实客群，同时吸引新的消费世代。对 Calvin 来说 ，Sermas 无疑是安全却又充满可能性的选择。他的经验与审美取向使得品牌能够稳步前进，而非激烈地重塑品牌形象。这种策略或许正是 Calvin 重新站稳市场的最佳方案。因此，未来几季 Calvin 的新品发布将成为业界观察品牌能否成功翻转形象的关键时刻。在奢侈品界的风起云涌中 ，Versace 的一则人事变动可谓是意义非凡。执掌品牌设计近30年的传奇设计师 Donatella Versace 将于2025年4月正式卸下创意总监的角色，转任品牌的首席大使。与此同时，曾任 Miu Miu 设计总监的 Dario Vitale 将接手创意大权。这项变动标志着 Versace 即将进入全新的品牌阶段。Donatella Versace 的名字几乎已与 Versace 品牌画上等号。自从1997年兄长 Gianni Versace 意外离世后，他便肩负起延续品牌风格以及荣耀的使命。在他的带领之下 ，Versace 成为全球奢侈品的典范。品牌性感华丽、极具辨识度的风格，不仅征服伸展台，更席卷红毯，成为全球巨星们最钟情的时尚象征之一。不过 ，Versace 这几年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。2018年，当时还叫 Michael Kors， 后来改名成 Capri Holdings 的美国时尚集团，以21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 Versace， 试图借此跻身全球一线精品集团之列。然而 ，Versace 在 Capri 旗下并未达成市场的预期，销售持续疲弱，品牌战略与母公司也产生了明显的分歧。这一切都让 Versace 站上了另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。
近期更有消息指出，意大利奢侈品巨头 Prada 集团有意以约15亿欧元收购 Versace， 此传闻撼动了整个时尚产业。而此次 Versace 品牌的新任创意总监 Dario Vitale 也是 Prada 集团下的 Miu Miu 品牌的前总监，因此市场普遍认为是为 Prada 集团接手后的品牌转型提前铺路。Vitale 的背景值得细究，他曾任职于 BV 以及 Discreet 等品牌，并且自2010年开始担任 Miu Miu 的设计总监，与 Miu 加 Prada 有密切的合作关系。Vitale 在 Miu Miu 时期展现出年轻、多元且具前卫意识的设计风格，成功让品牌在年轻消费者间重新获得青睐，市场反应颇佳。业界人士认为 ，Vitale 将为 Versace 注入一股崭新的创意能量。相较于 Donatella 极为鲜明的性感风格 ，Vitale 更擅长于融合前卫与优雅。这种调整或许能帮助 Versace 在保持品牌原有特色的同时，成功开拓年轻化的新市场。Donatella 未来将转任品牌大使，持续透过她的个人魅力与影响力推广品牌，并将更多精力投入慈善以及品牌推广的活动。对于 Versace 而言，这项安排不仅展现出对品牌传奇历史的尊重，也透露出品牌内部希望以稳健的方式逐步迈向新阶段的意图。未来 Versace 的发展，尤其是品牌的设计方向与市场策略，将受到业界极大的关注。无论 Prada 集团的收购最后是否成真， Versace 此次的人事变动都象征着品牌必踏上新的旅程，未来发展值得持续观察与期待。以上4则人事变动不仅重塑品牌形象，更加深刻地影响整个时尚产业的未来走向。我们将为你持续追踪报道。如果你也对时尚设计与产业趋势感兴趣，别忘了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个影片见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